Hello，大家好，国内的孩子们好。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德国的 Nordhausen 预科。我查了一下，网上关于 Nordhausen 预科讲的比较少，所以呢，我40岁的时候，也就是将近40岁的时候，也就是今年2月份，然后去 Nordhausen 呢体验一把预科。预科呢，就是所说的 Studienkolleg。然后德国的预科分为公立预科和私立预科。Nordhausen 的预科呢就属于公立预科，Staatliche Studienkolleg，它是浩克舒勒 Nordhausen 大学设立的预科。Nordhausen 它在德国的中心位置的图林根州，图林根州州府是埃尔福特，埃尔福特非常安静也非常漂亮。然后 Nordhausen 属于图林根州一个比较偏远的一个城市了，那里的自然风光非常好，属于一个农场性质的一个比较偏远的一个城市。然后呢，Nordhausen 大学非常非常的小，也就相当于国内一些高中的大学，高中大小吧。然后，但是呢，Nordhausen 的预科有专门的教学楼，所有老师和办公人员都在这个楼里，因此你还可以很快的找到你所需要的任课老师的办公室，然后还可以非常快的找到可以帮助你的这个办公人员。然后在 Nordhausen 的这个预科呢，每一个专业呢都有一个固定的老师来给你们上课。比如说社会学的老师佛劳登巴赫会固定在二楼8号房间，然后讲课。每星期呢，然后他这一个 Meeting Queen 的一个老师叫佛 Norder， 佛 Norder 呢会定期更新上课时间和地点，然后把这个课程表然后发到网上去，大家登录大学网页的 Moodle 就可以查询到这个Stundenplan。然后如果你被预科录取的话，会得到一个专门的大学的一个用户名，通过这个用户名呢，你就可以在这个 Nordhausen 这个浩克舒勒这个网站上，就是这个大学的网站上，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大学里公用的一个 email。这个 email 呢会发布相关的校园的一些最新的信息，然后呢，老师呢也会通过这个 email 通知你一些重要的信息，比如说老师要更换教室了，或者哪个老师生病了要缺课之类的，然后都通过这个 email 来告诉大家。所以呢，你每天都要检查一遍或几遍这个 email 是否有重要信息，不能错过这个重要的信息。然后呢，不好意思啊，这有点感冒。然后呢，这个 email 也有所有的任课老师的邮件地址，还有这个办公人员的这个 email 地址，你就可以通过这个 email 就可以如果有问题的话，就可以及时和他们联系了。刚才我说的这个 Moodle 呢，Moodle 是大学常用的一个 APP，然后呢，在这个浩克舒勒这个大学网站上，你就可以找到这个 email。然后呢，在这个 Moodle 上面呢，你所有的任课老师就会上传一些你所需要的学习资料呀。然后呢，如果需要开网课的话，他也会在这个 Moodle 里举行这个网课的。然后呢，这个for Norder 发布的这个 Stundenplan， 也就是课程表也会在这里发布。这个预科生呢，想要和这个大学生一样的身份，你会获得一个学生卡，叫 Studierendenausweis。这个学生卡呢，可以用作借书证，你可以在图书馆里用这个卡来借书啊、还书之类的。然后呢，这也可以用作乘车卡、食堂里的饭卡。学习注册费 Semesterbeitrag 是那个155块4毛4欧吧，差不多这个钱。这个钱你充上以后呢，就是你可以拿这个卡，然后呢，在这个
Nordhausen 乘坐所有的史塔特班，就是有轨电车和这个公交车都可以免费，然后你也可以免费乘坐整个图林根州所有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这种慢车，比如说 Nordhausen 到埃弗特的这种慢的区间车，你都可以乘坐。然后，这里的预科呢，会有，是分为 MTWJS course，就是 M course 呢，M 的课程就是针对这个医学和生物啊、制药等方面的，然后 T course 呢，就是数学、自然科学之类的学科和工程技术类的，然后 V course 就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学科方面的一些东西，然后还分为 Gay course 就是针对文科生的文科生专业类的，或者日耳曼语文学方面的，还有一些艺术生啊，可能也学了也需要这个 Gay course，然后是 S course 就是针对这个外语专业方面的。你要进入德国预科的话呢，你必须通过德国预科的这个 Nordhausen 这个预科的考试，然后叫做 Aufnahmetest， 要通过这个考试。考试的科目呢，一般就是德语和数学。G 和 S course 因为是文科生嘛，就不需要参加数学考试了。然后 Aufnahmetest 一般是2月4号或者是9月6号，一年2次举行。然后要求学生德语至少达到 B1 水平才可以参加，但是我建议大家至少是 B2 或最好是 C1 的水平，然后再参加这个考试比较有把握，因为德国的公立预科比较少，这个竞争非常激烈，每个课程呢，比如说我当时读的预科是 Gay course，大约好像是录取也就是12个到14个之间，然后呢上课的时候都是用德语授课，这个英语的专业英语课呢当然是用英语了，其他的课都是用德语的。如果你的水平是低于 B2 水平的话，你听起来非常吃力，然后呢，所以我建议你最好有高于 B2 或者最少是 B2 水平再来读这个预科，可能会相对好一些。当然，我认识一个小姑娘，她的英语非常厉害，然后当时德语水平只有 B1 的水平，但她学习非常刻苦，来了以后呢，然后通过自己的刻苦学习，也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但是我觉得这是个例外，因为在疫情期间啊，这个 Aufnahmetest 举行的时候，在网上举行考试，然后大家在网上，然后考试没有人监督，所以有一些国家的孩子呢，就通过作弊，就让别人来帮忙考试，然后通过了个考试。通过考试来到这里听课的时候呢，非常的吃力，根本就听不懂。第一学期下来呢，很多东西都听不懂。然后学期末考试的时候，他的 note 也就是他的分数得到了一个5，得到2个5，得到2个5或2个5以上就被劝退了。当时有几个学生就是上学期因为这个语言的问题，应该有3到4个3、4个学生吧，3、4个学生就被劝退了。所以说这个语言还是非常重要的，在国内学好。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当时你的 Aufnahmetest 没有通过考试，你会得到一个这个语言班的一个通知，就是说你可以来这里 Nordhausen 这个Hochschule来学习语言。这个语言班可能会我没有上，当时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考试的时候，因为太紧张了，它速度非常快，然后考试的时候就是时间非常短，然后呢内容非常的多，所以说第一次考试的时候没有什么经验，然后做了不到一半就时间就到了，当时也没有通过这考试，所以呢我又参加了第2次考试。第2次考试的时候就一直往前做，不管前面对与错，一直做。第2次考试呢就通过了这个考试。
然后呢，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关于这个预科考试的形式和这个评分标准。这个预科的这个考试呢，是我专门说的是 Nordhausen 这一个预科考试。它这个预科考试呢，分为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然后呢，考试非常的频繁，每学期至少有2个小考。叫 Leistungskontrolle， 这2个小考是突然性的，就 Überraschungsleistungskontrolle， 就突然性，老师没有通知你的情况下。当然，我们的老师还比较好的，但是这个罗萨尔昆的就是社会学的老师，就佛劳伦巴赫，通常就会Überraschung，然后就做小测验。然后还有一个考试就是学期末的考试。就是叫克拉佐考试。然后呢，这个克拉佐考试的时候，老师会提前告诉你哪一天考试，或者是考试的相关内容。然后的这个评分标准它分为 Not 1 Not 2 Not 3 Not 4和 Not 5，然后 Not 6，就是你会得的1分、2分和3分和4分。然后1分是最好的，就是你的分数应该是在95分，它的满分如果是100分的话，分数是在95分到100分之间。然后它会评级的话就会分为 0.7 啊分、1.0 啊 1.3， 就是你的 Not 0.7 Not 1.0 Not 1.3。这个阶段呢是你如果获得这个 0.7 1.0 和 1.3 的话，就属于 Not 1。然后 Not 2呢就是80分以上的，有80分到95分之间的。然后呢，你会得的这个 1.7 2.0 和 2.3， 这呢就属于 Not 2 Not 2的这个范围。然后呢，Not 3的这个范围就属于65分了，65分以上到80分之间的呀，你会得到这个 2.7 3.0 和 3.3。就在这个范围阶段的话，就属于 Not 3了。然后 Not 4呢，就是50分以上了，50分到65分之间，它分为呢 3.7 4.0 和 4.3。然后呢，你的这个阶段就是 4.3 是过线，就是说你及格了，就对 Bestandensgrenze， 就是你及格了。如果你得到了30分到50分之间的话，就属于 Not 5，就 Not 5，这属于不及格了就。所以说你最低就是不能低于 4.3 分。如果你得到了 4.7 分以下，4.7 分 5.0 5.3啊，然后就属于这个 Not 5了，就是 Not 5了。然后你低于这个30分呢，就属于 Not 6了，就是最低分了。所以说一个学期如果你得到一个 Not 5的话，就还可以有机会进入第2期的学期。如果你得到2个或者2个以上的这个 Not 5的话，你就会直接被劝退了。所以说每一次考试和这个小考和大考对于大家来说都非常重要的。然后第2学期的考试和第1学期考试呢，也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至少有2个小考，叫 Leistungskontrolle 和一个大考，就是克拉佐。然后历史呢，我们当时历史会有3个小测试，就是3个 Leistungskontrolle， 其他的科目就是有2个这个 Leistungskontrolle。然后呢，如果第2学期的话，你的所有的科目都及格了，就是说你都得到了这个 Not 4或 Not 4以上的成绩，你就会得到一个Zulassung，就是允许你参加最后的这个 Feststellungsprüfung， 就是你这个取得毕业证书以后，之前还需要一个大考叫 Feststellungsprüfung。如果你当时你得的一个 Not 5，但也不用担心，老师也会允许你参加这个 Feststellungsprüfung。但是呢，如果你得的
太多的这个 Note 5了，比如说2个或2个以上，你就不会得到这个促拉松，就不会允许你再进入这个最后的这个 Fast 的史泰龙斯普语风。但是呢，如果你得到一个 Note 5的话，你就会需要就是在这个大型考试之后，这个 Fast 的史泰龙斯普语风考试之后，你就需要参加一个口语考试，这个口语考试过了以后，才可以。这个当时我大约算了算，就是在预科这个阶段啊，应该不到9个月到10个月之间的时间，当然中间有很多假期，大大小小的考试应该有40几个吧，40几个。然后呢，最后各科所有的考试就会得到一个平均成绩，平均成绩就叫做 Full Note。然后就是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 Fast 史泰龙斯普语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预科结业考试，然后他们2个的平均就会得到你这个学生毕业证的曹一个尼斯学生毕业证上的这个大学成绩的申请大学的这个成绩的。大家没有听懂我刚才讲的前面那些东西，关于考试啊或者如何计算分数啊，没有听懂。现在呢，我就给大家以我上的这个 Gay course 为例。Gay course 呢，要求大家学习德语、英语、媒体，就是 Medienkunde 和社会学 Sozialkunde。然后呢 Sozialkunde 呢，就是社会学，还包括Soziologie 和这个 Politik， 就是政治，就是社会学和政治学，就是社会学你要学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然后呢，就是历史和文学 Literatur。然后德语呢，德语如果你学到了 B2 或 C1 的水平，德语相对前面来说就比较简单，因为会学一些语法呢，然后后来会学一些图表写作，然后考试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结业考试的时候，会有这个阅读理解和这个听力和写作这2方面。那写作就是图表写作，然后呢，这个阅读理解呢，就需要你总结啊，然后那个促咱们发送啊，或者是用这个名词或动词之间的转化呀，这些东西平常在这个德语的时候都有练习。但是最难的部分可能相对于中国来说，就是这个听力呢是没有选择题的，然后就是老师呢或者是他们用这个 CD 啊读一段文章，这个文章是关于这个比如说这个人口的呀，气候变迁的呀，然后还有这个网络带来的影响啊，还有一些关于 energy 就是资源啊这方面的一些东西。今年我考的是资源，就是能源这一块的这个关于能源这块的一个阅读理解，然后需要自己总结，然后我看看阅读理解，对，阅读理解是关于能源这一块的。然后呢，听力是关于一个噪音的，噪音哪些人受噪音影响比较大呀，或其他的这种东西。然后呢，就是他读完一篇文章以后呢，你就需要自己有的地方是填空，然后你自己就要填上听到了什么。还有地方听完每个段落以后，你进行这个促杂美发送，然后自己总结。然后就是这样的，听力相对来说会比较困难的。然后呢，英语就基本上就非常简单了，就水平就当于初中啊、高中的水平，它就是简单的讲点非常简单的语法，然后没有听力和写作，所以英语对于国内来的这个孩子们还是非常简单的。然后社会学呢，然后上半学期还好，对这个写作要求不是太高，但是呢，到下半学期对这个语法正确的书写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要求非常非常高的，它的题量呢非常大，但是所以说对这个社会学就是在阿尔昆的就真的要下非常大的力气去学这种东西，相对来说亚洲人来说可能会
因为语法的正确书写方面可能会需要占的时间比较多一些，然后这个社会学里的这个 sociology 会讲一些社会关系啊，比如说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啊、社会价值啊、社会变迁之类的。然后重点它是放在这个 politic， 就是政治这方面的。政治这方面它就会涉及到德国的政体啊，然后德国的国家结构啊，或者德国的一些历史啊，然后就是独裁啊，或者是民主啊这方面的。然后会让你会考一点点这个时事新闻，所以说这个社会学如果你不下大力气，我想取得高分是非常非常难的。这个历史呢，它对这个语法书写就相对来说就比较低一些。然后呢，他会讲到这个欧洲啊、德国啊、法国的一些封建社会啊，法国大革命啊，比如说拿破仑呐，然后英国、德国的工业革命啊、殖民地啊，然后一战呐，然后呢，他没有固定的教材，老师会传一些学习材料，就是一些文章啊，到这个什么，到这个 Moodle 上，然后你自己看。可能老师讲课的时候会不会涉及一点点吧，这点教材，然后他讲的一些上课讲的一些内容都要非常好好的听，然后及时做好笔记，然后呢，这些都是考试的内容。老师很少会给你总结的，所以说你上课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听，然后做好笔记。然后文学方面呢，会讲那个 epic、lyric、dramatic 和 epoch。就是你听不懂没有关系，这就是就是它会涉及的，就是这些东西呢，涉及的就是童话呀、轶事啊、诗歌呀、欧洲的诗歌呀，或者这个dramatic 就是话剧啊，然后 theater 之类的这种东西，然后再涉及一些寓言故事啊等等啊，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就不展开讲了。如果大家有问题或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呢，你可以给我留言。然后这个如何计算分数呢？我们就以德语为例吧。第一学期至少有德语方面至少有2个这个 Leistungskontrolle 和1个学期末的克拉佐。比如说2个小考的 note， 这个2个小考的 note， 然后你得了一个1.7，然后和2，然后平均一下，你就会得到一个1.85的成绩。然后学期末的考试就是克拉佐啊，你得了一个2.3，然后就是用你这个前面2个小考的平均成绩1.85，然后再和你这个学期末的考试克拉佐2.3，然后平均一下，你就会得到一个成绩是大约是2.075吧，这个 note。这就是你这学期的这个 note 就是2.075，它是在 note 2的范围，所以这个 note 属于 note 2。同样的，如果第2学期你得到了一个平均成绩是就是2个小考，然后和最后一个学期末的一个考试的一个平均成绩，如果我们举个例子，如果得到的是个2.125，然后呢，就第1学期和第2学期这个平均成绩，就是第1学期末你得到的这个2.075和第2学期你得到的最后这个成绩是2.125，然后呢，它们2个相加一下，然后再平均一下，你就会得到一个 full note 是2.1。2.1呢，然后就是你最终的这个 full note，然后你是属于 note 2这个范围的，然后就是 note 2，就德语成绩就是 full note 你得的一个 note 2，然后最后呢，你会得一个zulassung，你就会参加这个结业考试 Feststellungsprüfung。什么 Feststellungsprüfung？我简单说一下 Feststellungsprüfung 只要求考三科，然后德语和这个历史是必须要考的，然后你就会在这个社会学、Deutsche Erkennen 和这个Literatur，就是这个文学方面，你自己再选一个就是想作为一个考试，然后你要考哪一个，你2个中间选一个，然后其他的科像英语啊，还有 Medicine 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科就不需要再考了。
然后呢，然后你这个考试，比如说你这个职业考试 FAST 的史泰龙斯普语风，然后你得的一个考试成绩是一个1.3，就是 Note 得了一个1.3，然后你就和你前面那个 Full Note 刚才不是得了一个2.1吗？然后你这个2.1再和你这个 FAST 的史泰龙斯普语风1.3，然后再平均一下，它的平均一下你就会得了一个1.7，这个1.7呢低于1.3。也就是1.7是属于1.7、2.0、2.3之间的范围，也就是 Not SY。最后你毕业证上得到的那个成绩，它不是写这个什么呢？1.7、1.3之列，它会因为属于 SY 这个范围，所以你就会得到一个 Not SY。其他的科目呢都是一样的。如果大家不理解，没有不要担心，我把这个如何算平均分的这个东西呢，然后放在这个评论区上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最后这个成绩出来以后啊，你觉得哎呀，我这个对这个 Not 测外不满意啊，我想得了一个 Not IELTS，那样的话你就可以申请口语考试了。也就是说，这个口语考试呢，不是必须的。如果你对自己的 Not 不满意的话，你申请这个口语考试，申请这口语考试可以，如果你的口语考试的成绩比较高的话，然后就可以和你这个 Not 再平均一下，然后这个分数可能会高一些。然后比如说这个德语，你想得了一个 Not IELTS，因为 Not 1的话，然后你就申请了口语考试。如果你的口语考试呢得到了1.3或者更好的成绩，然后你最后这个1.7呢，也就是你这个 Full Note 和这个FAST 的史泰龙普语风就是职业考试，然后得的这个1.7，然后和你这个口语考试，然后再平均一下。如果高于1.3，高于这个1.3的话，你就会得了一个 Not 1。但是呢，大家注意，但是呢，口语考试都非常非常难，对于德国大学生来说也是非常有难度的。如果你发挥的不好，然后没有考好，我是假如说你没有考好，你得了一个最终考试你得了一个4分，你得了一个4，Not 4。然后呢，就需要你刚才前面那个成绩那个1.7啊，和你一个口语考试的4平均法，然后你就会发现得了一个2.85，你这个2.85的范围呢，就已经是低于这个2.3了，就是 Not 4的这个范围了，它属于 Not 3的范围了。最终呢，你反而得的是 Not 3。所以，如果这个老师经常说，如果你的笔试成绩取得 Not 3以上的成绩，或者 Not 3，就最好不要再尝试这个口语考试了，这个真的非常难。最后呢，关于大学租房子的问题，如果孩子们想在大学里居住的话，就一定要提前申请，然后最好呢是半年申请。当然，在周围的有很多民居啊，或者一个 hotel 啊，然后也可以租房子，租房子还是非常方便的。应该就是这些吧。反正呢，这个预科呢，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一定要努力，非常努力。第一学期呢，如果你得不到好的成绩的话，因为它的平均分就直接影响了你下学期的那个成绩分了，平均分了。比如说我第一学期这个 The Tarkin 的就是这个社会学，考得非常非常不好，但是呢，我下学期就非常努力的去学习这个 The Tarkin 的这个成绩。我下半学期呢会取得一个相对来说还是相对来说呢比较好的，不是比较好的，就是经过努力嘛，肯定有所提高嘛。然后最后呢，我上半学期和下半学期呢成绩呢，如果再以平均的话，得到的一个分数呢就不太令我满意了。所以说每一次无论是大考还是小考，大家都要重视起来，因为它直接会影响到你最后这个平均成绩。好的，就讲到这里吧。如果有问题的孩子们啊，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如果我看了以后会马上回复你。最后祝想来
劳特豪森读预科的孩子们一切顺利。所以，就讲到这里吧，谢谢。